欢迎再度来到邱正红谈健康。前几天我们工作伙伴跟我说他有一天要来上班了，因为来不及吃早餐，他妈妈跟他说要吃早餐，不吃早餐会变笨。真的吗？有吃早餐的人呢，好像是比较健康。健康加财富，知足就是福。不吃早餐会变笨，其实这句话是有语病的吃了早餐就不会变笨吗？有关吃早餐我想大家都听过一句话了，叫做早餐要吃得像国王，午餐要吃得像王子那晚餐呢要吃得像乞丐。你们知道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吗？我帮大家找了一下。其实这句话是一个美国的作家跟营养学家，他的名字叫 Adele Davis， 他已经往生了他是在1904年到1974年活了70岁，其实是1950年代的一个观察性的研究，发现说有吃早餐的人呢，的确好像是比较健康，是有道理的因为会吃早餐的人代表他作息比较正常可能早睡早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嘛，他要工作要有劳动，所以呢，他三餐比较规律，运动量比较多，睡眠也会跟着比较好，种种习惯呢，导致了他有比较健康的这样的结果但是我们要问的是，这真的是因为有吃早餐没吃早餐的关系吗？所以我们今天帮大家找来几个医学文献，看看医学研究怎么说首先呢，是在2019年，有一个医学期刊叫做 Appetite 就是食欲里面有一篇论文，它的题目是早餐的饮食模式跟健康早餐成分的驱动因素这个是讲什么因素会让你想去吃健康的早餐。它是探讨瑞士人的早餐的习惯我帮大家整理了3个重点。第一个呢，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瑞士人的早餐呢其实也不健康，他们说只能算是中等健康。为什么？因为研究发现说瑞士人吃的早餐呢也是普遍比较缺少水果跟全谷类的食物。各位你想想看，在你的早餐当中是不是常常会不吃水果？你可能早餐店吃一吃嘛，奶茶、吐司、汉堡包子、馒头、油条或者是蛋饼比较不可能去吃到水果嘛。第二个重点呢是教育程度高的人还有女性呢，早餐通常吃的比较健康女性不管这个教育程度高或低，吃的都比男性健康一点。第三个呢，在营养学上他们整理出一个建议就是说不必针对某特定的一餐也就是说营养学上的建议呢，着重的是一天或者是一周这样的营养的平衡有时候一餐吃的比较不营养，也可以靠其他餐来补回来的意思2022年在食品科学跟营养评论上面也有一篇文章，这个是系统性的分析所以证据力比较高。题目是不吃早餐跟心血管疾病还有心脏危险因子的关系临床证据的最新回顾，整理出3个重点。第一个，一些控制良好的研究显示说不吃早餐是安全的，甚至可能有益第二个，对于不习惯吃早餐的受试者来说呢，你刻意叫他吃早餐呢，增加的热量的摄入呢，可能反而使体重增加，尤其是身体的脂肪量增加。所以对于一些想要靠着限制卡路里来控制体重的人来说呢，不吃早餐其实可能是一个可行的策略。第三个，不吃早餐是否跟心血管疾病有因果关系这个问题仍未解决，这个是在2022年的研究。好，到了2024年又有一个更新的，在糖尿病代谢研究评论这个医学期刊上面有一篇统合分析它的题目是早餐有害、不必要还是有益健康，是问号一篇关于心脏代谢结果与功能性食物选择的综述。它的重点，第一点，不吃早餐反而对心血管危险因子的降低是有帮助的。刚刚2022年那篇研究说不吃早餐跟心脏疾病的危险因子的增高或降低这个问题仍未解决。到了2024年呢，这篇统合分析呢就已经告诉我们了，不吃早餐反而对心血管危险因子的降低是有帮助的第二点吃不吃早餐其实要看个人的作息形态，吃或不吃都是可接受的生活习惯第三点，不吃早餐会导致热量的减少，对减肥是有帮助的，跟前面2022年那篇系统性的评价是结论一样。所以邱医师在这边呢给大家几个建议了根据上面的研究报告来看呢，第一个，早餐吃不吃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进食的时间还有进食的内容习惯不吃早餐的人呢，你不用刻意为了这样去吃早餐，那习惯吃早餐的人呢，也不必刻意这样子而改变成不吃早餐而且呢，如果你想要减肥，你可以采取不吃早餐作为一个减肥的策略，这是可行的第二点，早餐是3餐当中的一餐，
能不能吃得健康，其实也要看早餐取得的方便性这个来决定通常不管西方东方，早餐都会欠缺水果跟全谷类的食物，这一点呢，大家可以试着去改善但是不要担心，如果欠缺某些营养成分呢，可以在中餐或晚餐呢把它补回来。不知道各位朋友，你早餐吃的健不健康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多多讨论。我们的频道已经开放加入会员，欢迎大家来加入频道的会员。加入的会员呢，邱医师会优先回答你留言上面所提的问题，而且你留的问题呢，也非常有可能优先成为邱医师下一个节目的主题内容。我会拍影片来回答你所关注的问题。好，希望大家踊跃订阅邱医师的频道，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获取最新的讯息。我们下回再见喽，拜拜。各位朋友，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所讲的，请在下面按个赞。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到兴趣，想要获得最新的讯息，请按订阅。下回见。